春暖花开之际，迎来了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。这个论坛背后站的可是军方，所以年年都是军帽齐刷刷，将星亮闪闪，大秀肌肉。然而今年恐怕军头们要集体消失了。军中的人事大总管苗华刚被官方正式公告取消中共人大资格，彻底是凉凉了。还有一颗更大的将星也是怎么都不闪了，就是那个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。对于他的神隐，军方的态度是不辟谣不证实，玩了个装傻示精。但大奸四中最不容赦的大帽子似乎已向何卫东的脑瓜子上飞去。在去年的香山论坛上，张又侠和何卫东的存在感都颇高，都忙得不亦乐乎。张会见了哈萨克和越南的国防部长，而何接待了缅甸、南非和巴基斯坦的军方代表。而今年秋季的香山论坛最大的悬念是，曾经春风得意的何卫东到底还来不来坐他那把热椅子啊？如今一副赢麻了的态势的张又侠会一直稳坐泰山吗？而习近平军队的枪杆子还握得住吗？千万别错过正在火爆热播中的军委甄嬛传之将帅争锋篇。军委各路大侠之间的角力波澜壮阔，扑朔迷离，也是北京政治混战的军方风向标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邵峰。说起何卫东，那可是一段标准的福建帮飞升传奇。这位出生在闽地的上将，从厦门驻军起步，担任过31军的参谋长、副军长，接着就挂上了连环跳的档位，从西部战区副司令到东部战区司令，又被习近平钦点为军委副主席，那叫一个风光无限。这一步别人要走20年，他3步并作2步就一飞冲天了。这军装一穿，俨然就是习的台海牌打手。习在福建蹲点了17年，何卫东和前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都曾长期在31军驻扎。这31军可是习近平的亲卫队呀，所以3个老相识搭成了军中的铁三角，默契地走着兄弟连心、其利断金的路数。不过别忘了，军中的老大哥张又侠一直在瞪着你们呢。你们打不过人家，还非得看人家不顺眼，结果呢，苗华疯了，攀咬揭发上千将领，可能连何卫东都给他上过供。何卫东人间蒸发了，在香山论坛上，属于他的那把椅子早已扔到了会场边角，椅背上还写着待确认，如有变动，恕不另行通知。习近平呢，左膀右臂被砍，武功全废，惨变光杆司令了。而张又侠不管是谣言还是预言，已经重掌军权，和元老派、红二代和反习势力紧紧地站在一起了。全国两会一结束，何卫东就彻底玩消失了。近期他又连续无故缺席政治局和涉军会议，令外界担忧他凶多吉少，铁定出事了。军方发言人这回连辟谣都懒得演了，第一次表态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，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形。第二次再追问就不耐烦了，我们此前已就此问题做了回应，下一个问题。很多时政大咖纷纷站出来提前剧透了，何卫东不是出差就是出事了。
至少军帽被摘了。这不是什么单人落马的独角戏剧本，而是那种多人联作、集体出局的大手笔大制作。苗和联盟搞小团体，想改剧本，结果被某位大导演送去片场外喝茶了。这场军政权斗的年度大戏，主角是31集团军窝案的大男主何卫东。观众朋友，您以为他在下一集才领盒饭，结果片头刚一响就火速领了，您说刺不刺激？曾率先放风何卫东被抓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，近日在 X 平台爆出更猛的料。4月17日，苗华何卫东政治团伙案全军通报，罪状触目惊心，军队进入最严厉的大清洗中。爆料中说，苗华意图接替许其亮担任军委会副主席未果，转而极力推荐何卫东入局。苗被带走后，火箭军司令王厚斌、原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、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三人惊慌失措，连夜找何卫东送礼求庇护。而何卫东被调查后，第一时间供出这2王1林。军委内部的机密通报，红头文件里说的明明白白，他们搞小圈子，想干预21大军方人事安排，腐败指数破表，苗华过亿，何卫东6000万，拉人送礼，互相庇护，还互相供了出来。对他们的指控，那叫一个华丽又凶狠，大奸四中，罪不容赦。而近期出身31集团军的多名上将，包括秦树桐、王春宁、韩卫国、赵克时等接连传出被查，还有总政治部主持工作的上将何鸿钧以及干部局长陈江也被带走，简直要把苗和团伙一窝端全部拖下水了。其他喝茶水看内部通报的军官们就没你们事儿了吗？都别闲着了，都配合审查，退休的也别想安稳养老了。5整顿4说清的政治大扫除在进行中，对全体少将以上军官，包括退休的，逐一政治甄别，离开本地的必须逐级上报，清洗波及全军人事系统。赵兰健表示，4月17日是中共军队政治整肃进入深水区的标志。我不是贪腐，我是政治输家，这是军中最常见的辩护模板。你可能会问，贪这么多，怎么早不抓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们贪，而是他们站错队了。后面的老大他说话不好使了，保不住自己的小兄弟了。在中共政坛和军队的现实里，什么罪名往往是配菜，倒霉的是谁才是主餐。今天你是真正老大的人，你就没事；明天你被视为威胁，那你就能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了。目前来看，当初习近平亲手把何卫东提拔到军委副主席，原本是想让他接替张又侠的，结果张老哥沉住气装孙子，反倒在这波回锅打怪中稳住了局面。习想用福建帮，结果福建帮现在变福建帮倒忙了。习这几年搞军改，一直强调军队要听党指挥，说白了就是听他的指挥。但现在看来，军队到底在听谁的指挥，谁在指挥谁？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？何卫东的消失不只是个人落马，而是习近平的军权是否稳固的风向标。一旦这根福建帮旗杆倒了，让外界很难不怀疑，习近平还拿得住军队吗？说到底，军政斗争这回事，打的从来不是仗，而是谁最后还坐得住那把龙椅。张又侠与何卫东这2个军委副主席，
一个是红二代嫡系，一个是福建帮代表，关系向来面和心不和。何卫东过往几乎场场公开活动都露脸，春风满面，腰杆挺直，爱当大男主抢镜头。反观张幼霞则习惯性深藏不露，偶尔现身也面色凝重，爱当男配，爱当背景板。而习近平虽然不说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心里更爱谁。但没想到这场斗法最后居然是张幼霞赢了，直接反手为攻。怎么赢的？第一招靠的是等你说错话。去年两会期间，何卫东一时情绪上头，讲了句不该讲的话：我们要打击军队的虚假作战能力。好家伙，这话一出，一天都没撑到，就被全网封杀了。嘴太快上将的言论曾经全网遍寻不着，反倒坐实了中共军队腐败和造假的不堪实情吗？如今嘴太快上将本人都全网遍寻不着了。观众朋友，您觉得这又坐实了哪些实情呢？您问虚假作战能力是啥？这就像在美食节说菜是假的，在演唱会说歌手对嘴，等于在全世界面前说中共部队是灌水大军，就是想吓唬台湾，这把也露馅了。何卫东怒接军中假把戏，本是要砸张幼霞的锅。老张呵呵一乐，我是常年坐镇后勤军备，倒买倒卖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大张旗鼓搞演习，就是演给外国人看的，怎么你有意见？但你这小崽子还是太年轻，咱们窝里斗就算了，家丑怎么能外扬？你这不是啪啪的打整个军队的脸吗？别忘了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，中共搞了一场超大的围台军演，外界看得胆战心惊。2024年赖清德就职，中共又来了一次无预警军演，包围台湾连外岛都没放过。但这场场大秀背后的总策划是谁？都是何卫东。您说他有事没事干，玩什么自揭伤疤呢？这两个军中副主席，一个是攻台先锋，一个是老牌压舱石，现在还让他们齐心协力打台湾，估计不太可能了。这两个大将都是旱鸭子，根本不会指挥打水仗。他们打人不太行，但打自己人十分在行，十分精彩。另外说实话，中共军队现在光是反腐都反倒快精光了，能不能打台湾现在已经不是战略军备问题，而是人都快删没了的问题。就算还剩下一批将领，也都不太想打仗，还是先保住军贸要紧。这一仗中共想打也打不动了。何卫东之前因为受宠而太过高调，频频在公开讲话中抬出我有习近平的架势，处处力压张幼霞，这恐怕引起支持张的势力十分不满。张何两人之前就很少一起活动，讲话也经常不同调，那时候连党媒都帮着放出过幼霞老矣，尚能饭否的信号。没想到的是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如今剧情已经大反转了，看得十分过瘾。去年年初，张幼霞和何卫东两位军委副主席在党媒的排名出现异动。新华网发表文章，张幼霞、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探望慰问官兵，但人民网转发新华网的这篇报道时，将标题改成何卫东、张幼霞到驻京部队调研并探望慰问官兵，公开将何放在张的前面。看来当时两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变化。又传闻张幼霞年事已高，要让位给何卫东了。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内定了，节奏带的那是相当明显。
如今看来是全给带偏了。观众朋友，张幼霞和何卫东像不像甄嬛和华妃？您觉得谁要倒了，转个头却又活过来了？您觉得谁赢了，他却被贴上冷宫标签？但最后的赢家肯定不是坐在高台上冷眼旁观的习近平。至于何卫东会不会再现身，香山论坛的椅子最后还会不会空着，让我们一起等待后续的剧情吧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